为了应付年底家里的催婚，我在网上租了一个女友回家，结果敲开门的居然是公司里人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上司。她红唇一条，听说你喜欢黑丝36地够不够？我当场社死。更离谱的是，爸妈连夜把我和她锁进同一间卧室。3天后，小区突然被封，我和这位白天铁血、夜里会撒娇的总裁被迫同居，怎么办？在线等挺急的。作为母胎单身20多年的我，每年都会被家里的长辈催婚。为了今年过一个好年，我在网上租了一个女友回家。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出现的却是我的上司柳如烟。那一瞬间，我只想逃跑，但是柳如烟已经发现了，你就是喜欢穿黑丝，你是喜欢36底。确认身份后，给我俩都沉默。想起下班之前，我刚刚被面前这人狠狠地批评一顿，我就瑟瑟发抖。项目不合格，你的年终奖就不要想了。那副恶毒的模样，和眼前沉默的简直判若两人。柳如烟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高管，长得国色天香，但是对待下面的人却相当严厉，就是公司里的武则天，能力也是独树一帜，让人没有话讲。除了脾气不太好没有缺点，就是这么一个在公司我都要绕道走友的女魔头，现在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还是面对面1对1。柳如烟推了推眼镜，就是你租了女友，冷清的语气就是在说，就是你没有完成年底指标。对啊，可是我约的对面是叫做喜欢穿黑丝。柳如烟沉默片刻后很不情愿，是我。一想到要和柳如烟回家过年，我头皮一阵发麻，绝对是比家里催婚更可怕的事情。我小声意议，要不你觉得勉强的话我撤单。柳如烟皱着眉头，陷入沉思，你回家有什么要求吗？就给我父母见一面，堵上他们的嘴巴。柳如烟点点头，走吧，走，去哪？回公司。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，去你家吧。我后来才知道柳如烟答应我的原因，还没有到年底家里就催着相亲，过年都不敢回家，愁苦着过年应该怎么办。她的好闺蜜提出办法，于是就在 app 上接了我的单。柳如烟知道后仔细一想，这不就是彻底摆脱相亲的好机会吗？于是默许了好闺蜜的做法。但是这发展猝不及防，回家路上我悄咪咪的打开 app 发消息，怎么回事姐？这怎么货不对版啊？对面说什么呢？这你还不满意？我闺蜜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你就偷着乐吧，一码归一码，但是你这是诈骗吧？喜欢穿黑丝，你有没有看过我脸的照片？你就当是他接单了，四舍五入就是一样的。一张照片发过来，修长白皙的长腿穿着黑丝，让人隔着屏幕忍不住流鼻血。我闺蜜的黑丝怎么样？不算诈骗吧？看到这话，忍不住偷瞄柳如烟，没想到这样的柳如烟长按保存，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。柳如烟扭过头，方圆带了笔记本没有？带了，回去把方案再修改一下，不够完美。我内心抓马，果然你还是这样的柳如烟。手机对面还在诉说着柳如烟的母胎单身的凄惨生活，喋喋不休。我用力地戳着手机屏幕回复，怎么你闺蜜母胎单身不反省下自己呢？虽然对柳如烟要我年假的事实恨得牙痒痒，但是在工作方面柳如烟还是很负责的，不管是哪一种工作，她买好水果和特产，在我爸妈开门的一瞬间，就甜甜的一句叔叔阿姨，把我爸妈笑得合不上嘴。我站在后面都傻眼了，在还是人见人怕的柳如烟吗？我何德何能可以见到柳如烟如此乖巧甜美的一面？我爸妈没有察觉出半点猫腻，连忙从柳如烟手上接取东西。如烟啊，终于见到你了，长得比照片上好看多了。照片？我连忙干咳了一声，那是我之前随便找糊弄我妈的网图。柳如烟立马会意，谢谢阿姨，你也很漂亮呢。我家方圆可以找到你这样的对象，真是上辈子做的福。柳如烟笑着，没有呢，方圆本身也很优秀的人，家人谁懂啊？我居然听到武则天夸我了。我爸妈被柳如烟哄得合不上嘴，看见他们其乐融融的氛围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可以过一个好年了。但是千算万算，我还是漏算了一条，我家的房子是很多年前买的，很小，2室1厅，我爸妈睡一间，我睡一间。晚上我妈笑着脸走过来，说着如烟，我们家没有客房，你今晚和方圆住一间吧。妈，我慌了，让我跟他睡一间，这怎么能行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大冬天的谁睡客厅都不好。我妈毫不在意地说，你们都谈了这么多年，都见父母了，今年先挤一挤。说完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柳如烟。柳如烟白天的笑容褪去，又换上了她生人勿近的高冷。方圆，一听到她叫我名字，我身体立马打哆嗦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你爸妈实情？听着柳如烟的话，我感觉就像是警察叔叔在对我说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坦白？先过完年以后再告诉他们吧。看着我放不开的样子，柳如烟一笑，怕我睡觉？柳如烟看了看我凌乱的床，最后决定她打地铺，让女孩子睡地板，我当然过意不去，不管她是不是我女朋友。但是柳如烟揪着性子执意的要睡地板，没办法，老板的命令不能不听。假如我早料到今晚会有这么一幕，宁愿出去开酒店睡。洗澡前，柳如烟问我有没有多余的浴巾给她一条，她忘记带了。我正在打扫房间的卫生，没有理会她，随口说道，就在衣柜的中间抽屉里有个一次性浴巾。打开抽屉，柳如烟人一下愣住，突然红着脸支支吾吾的说道，哪里有？我拿着扫把打扫房间，没有察觉到异样，你翻一翻吧，就在抽屉里面。翻一翻，柳如烟的脸更加红了，还没有找到吗？我抬起头看她，话还没说完，我整个人也愣在了原地，脸上的红更胜柳如烟，怎么一抽屉全是内裤？柳如烟早就扭过头说，没有就算了，有的有的。我赶紧把抽屉推回，脚趾抠地。我在衣柜里东找西找，最后在柜子底下发现了浴巾。柳如烟洗完澡，身上带着诱人的清香，脸上没褪去的红晕更加显得诱人，就像是熟透了的红苹果。听说她高度近视，洗完澡出来还没有戴眼镜，我大胆的多看了几眼。柳如烟没有戴眼镜的时候比平常温柔多了，原来她的睫毛这么长，原来她的皮肤这么白。就当我忘乎所以的时候，柳如烟抬起头，冷冰冰的说道，看够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柳如烟冷笑，我又不瞎，你不是高度近视吗？谁说的？她把眼镜在我面前晃了晃，眼镜片薄薄的，另外就算我是高度近视也不是瞎。我尴尬极了，刚刚目光却被她看到了，我赶紧躺进了被窝，被子捂住头，一个字也不想多说，好想逃离这个世界。灯光一关，
黑夜将无限的细节放大，柳如烟的呼吸声仿佛就吐露在我耳边，我也不敢有多余的动静，只能闭着眼数羊，幻想着早点入睡。数羊没有数到睡觉，但是却数来了尿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，不敢有多余的动作开灯，生怕惊扰了柳如烟睡觉。柳如烟声音很轻，应该是睡着了。我试图绕过她去厕所，但房间里太黑，我脚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没站稳，我直接扑倒在她的身上，一片柔软。方圆，柳如烟咬牙切齿，我结巴，我只是想去上个厕所。把手拿开，手，黑夜遮挡我的视线，我的手下意识抓了2把，我感觉到了，我的手好像放到了一个不该放的位置，柔软而有弹性。当我意识到什么的时候，立马触电般的收回。第二天，我和柳如烟都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她没睡好，我也不敢睡。爸妈很早就出去，留下我们2人在家，气氛压抑，我们2个都相互没有先开口。我心里想着早点结束这一个难熬的年假，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小区突然弹出通知，接到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，我们小区出现阳性患者，请大家多多配合，居家不出，待会儿工作人员将给大家封门。我懵逼了，封门？现在那岂不是我要和柳如烟不知道还要待多久？我看着柳如烟，眼神触碰的刹那，我们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焦灼。既然逃避不了，那就顺应。当务之急是赶紧去群里抢物资。我拿着手机酷酷的一顿下单，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幸好是精准防控被封的，只有我们小区，外面一切正常，大多数的物资还是可以满足生活需求。不一会儿，工作人员就把物资送上了楼。拆开塑料袋，一个小孩嗝屁蛋瞬间从里面滑了出来，包装上3个成年人都懂的字，闪闪发光，亮瞎了我的狗眼。我身体立马僵硬，柳如烟的眼神也停顿，她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。小小的盒子掉到地上，仿佛法官垂下定罪的钟声。你不说话，还等着我帮你解释吗？柳如烟一副刀人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苦笑道：“你听我解释，这真不是我买的。”柳儿脸上大大的写着不相信，难不成还是我买的吗？我内心崩溃10分，我怎么可能买这玩意儿？你可不可能买？那还真不好说。他在内涵昨晚的事儿，我欲哭无泪，仿佛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柳如烟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听我解释，你看看下单记录，我根本没有买这个。柳如烟一脸戏谑的看着我，说不定你把记录删除了。我说不可能，没有这必要。他突然又一笑，不过我也可以理解。我内心松了口气，你理解就好。我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你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。他又眨了眨眼睛，想要我的身体。在某一刻，人真的不想说话，但是老被柳如烟堵着语塞，我的心里早就憋了一团火，脱口而出：我要是真有那想法，还花钱买这玩意儿干啥？后来工作人员上门告诉我物资送错了，我当场热泪盈眶，就像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被平反。但是因为我最后的那句，柳如烟看我的眼神还是不太相信，她甚至把外套拉链提到最上面，没有露出分毫，防着我这个正人君子。今年是大年30，虽然意外百出，但是除夕的还是要过。面对我爸妈留下的一大堆食材，我头疼10分，吃不完又浪费，留着又保留不了多久。要不今晚我随便做一点吧。我想当然的认为像柳如烟那样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是不会做饭的。可当我走出房间，厨房里飘来一阵菜香。接下来的2小时，我目瞪口呆地看她做了一桌子年夜饭，不光味道好极了，而且卖相也不差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做的都是我爱吃的。都说一个对胃口的人，那么肯定都相处得来。我和她似乎除了在公司上的事不尽如人意，在看剧、听歌、小说等方面都有高度的重合兴趣爱好，就像是一个很久没见面的好朋友，聊得根本停不下来，对彼此的印象也发生了转变。饭后，柳如烟的妈妈发来视频，我也自觉主动地扮演起了她的男朋友。她妈妈非常满意，甚至还加了我微信，说过年给我发红包。我想柳如烟邀功，刘总，我表现得怎么样？很好，那是不是得给点奖励？我现在在公司群里发红包，你可以坐在我旁边抢。我立马将身子挪了过去，近在咫尺，好像可以闻到她的发香。我心想，她那边一发，我这里就抢，肯定可以赚到的。等我准备好了，她发了个200币出去，我点开瞬间抢是抢到了，但是只有几毛。她又发一个，这次只有3块。她发我抢，她再发我再抢，不知多少个红包后，我终于拥有了手气最佳。我笑着就像个孩子，一回头发现柳如烟正在看着我，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。怎么回事？这样看起来她有点温柔，这样的柳如烟我有点不认识，就像是一不小心窥探到了她的另一面。在公司严格的柳如烟也有着女人似水般的温柔。我低头看群聊里面，他们纷纷拍马屁，刘总今天发了这么多红包，太阔绰了。对啊，往年的高管也就是发几个意思一下，没想到今年他出手这么阔绰。我光顾着抢，压根没有留意他发了多少，往回数了数，大概有好几千，就好像是故意等到我手气最佳才停止。大群不知谁说了一声，方圆你也太厉害了吧，每一个都能抢到。我不好意思的回了回，但是我前面抢的都是几毛几块的，可以了，加在一起算多的了，感觉你就像守在刘总旁边抢样的。我一阵心虚的低下了头，赶紧在群里发了个红包，转移话题。我这边刚发完，刘总又单独给我发了一个，备注男朋友的奖励。我眨了眨眼睛看向刘总，他解释刚刚和我妈视频的，这晚刘总睡我的那屋，我搬到爸妈的卧室去。临睡前我收到他的微信，刘总明天想吃什么？我还能点菜吗？刘总破例让你点。回想起今天年夜饭的美味，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今晚那个排骨好吃，我还想吃。好的，冰箱里刚好还有一点。我悄悄地给他换了备注，柳厨，想不到你居然还会做饭。柳厨，我自己一个人住，做饭肯定是必备技能。一个人住，你没谈男朋友吗？柳厨，很久以前谈过，但我工作忙，顾不上耍了。还以为你和唐助理是一对的，为什么这么觉得？公司里大家都这么认为，他是你的第一下属，很难不往那方面想。好多人都磕你们这对 CP。柳厨，你们私下里就聊这些？我去，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？柳厨，看来是工作不够多，闲的我无语。我又把他的备注改成了女魔头，没有再聊。我去客厅看着春晚，不知道看了多少个节目，手机震动，他发来消息，解释一下，我和唐三只是同事关系。隔着屏幕我都可以想象到他一脸认真的模样，内心好像被撞了一下，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悦。但是这点萌芽的喜悦很快就被某人亲手掐灭，因为第二天我是在自己床上醒来的，他的脸
脸近在咫尺。柳如烟已经醒了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我慌了，一下子跳下了床，瑟瑟发抖地看着她，解释一下吧，估计她也是刚醒，声音带着点起床气的慵懒。我不知道，你又不知道。我低着头努力地回想，好像是半夜上厕所，下意识地又睡回了自己床，忘记了自己去主卧，自己的床莫名的熟悉，躺下就立马睡着，完全没发现旁边还有个人。对于我的解释，柳如烟根本不信。我试图再次狡辩道：“你总不能完全赖我吧？你不也没有发现旁边多个人吗？”柳如烟，我睡觉的时候一般不动，而且昨天做饭累着了，睡得很沉，本着对你的信任才没有所闻，只是没想到你真有这个胆子。方圆，我是冤枉了，我发誓我是无意的。柳如烟坐起，翘着一条大长腿，没戴眼镜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看上去很是慵懒。柳如烟，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就算你用尽手段占有我，我也不会帮你做项目。我一阵沉默，在某人眼里，工作是大于天的。如果他不是我上司，我一定将他现在就赶出家门。我抱着电脑回了我爸妈那屋，一刻也不想见他。打开项目方案，脑里的思绪混乱，一想到这是他要我做的东西，心里就更加来气。我噼里啪啦的狂敲键盘，看上去进度飞快，实际上是跟好兄弟吐槽。他估计没有睡觉，也没回，但是说完心里的苦诉，内心就舒服多了。我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项目上。2个小时过后，我进入状态，手机震动，我点开语音，就是你那个刻薄自私、待人冷酷又残忍的，但是又有点姿色的女魔头上司。我刚想笑着回复，忽然察觉到一道凌厉的目光从背后，我缓缓扭过头，看到柳如烟倚着门框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场面一度尴尬。我顿时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，真是好朋友有福同享，有难各自当。我不确定柳如烟听到了多少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你站在门口干嘛？叫你吃午饭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那你先去吃吧，我忙完这一点就来。”但是他纹丝不动，依旧倚着门框看着我。方圆问你个事，柳如烟冷笑道：“刻薄自私，待人冷酷。行了，看你害怕的，又没跟你计较。”我立马抬头惊喜地看着他，话锋一转，他又严肃地看着我，有点好看是什么意思？真的只是有点好看吗？你的关注点是不太对吧？希望你可以明白，我不只是有点好看。柳如烟指了指自己说，我立马点头，对，你是超级好看。柳如烟勉强满意道：“吃饭。”我松了口气，接下来几天我们都相安无事。为了把方案吃透，我下了一番功夫，没办法，毕竟领导就在旁边。虽然是假期，但我感觉比工作日更加辛苦，熬夜加班比平时还要多。虽然柳如烟真的没给我任何指点，但是每天的饭菜都由她负责，专心当她的大厨。有天晚上我工作到12点多才去睡，刚一躺下肚子就开始叫唤，饿得睡不着。我给柳如烟发消息：“领导你睡了吗？”女魔头没，大事不妙，都这个点了。女魔头别说了，是。可转念一想，吃什么呢？家里面已经没什么零食了。于是我又找到了柳如烟，领导有深夜食堂吗？女魔头我已经躺下了，我想吃你煮的阳春面。女魔头我已经躺下了，我真的越想越饿。看来我跟今天的阳春面有缘无分了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了厨房推拉门的声音，我窜的一下出去。刘总晚上好，能在此刻相逢真是缘分。柳如烟不买账，冷哼一声：“你到厨房干什么呢？”我笑眯眯问：“你说呢？”他卷起袖子，白炽灯将他的手臂照得雪白。你的阳春面葱多葱少？由于我每天都在啃方案，不能随时盯着去，家里就由柳如烟全权负责抢菜。刚好他是大厨，比我更知道该买什么菜。今夜我正在狂写 PPT。柳如烟一脸雀跃的探头。方圆，他一叫我名字，我条件般的僵硬起来。我今天抢到了鸡腿和五花肉，你真是太棒了，刘总，我太崇拜你了。也不难。他故作谦虚了一下说：“另外我这2天在想一件事。”什么事？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考虑给你一些指点。不用了，今晚约了小橙子，他做的方案甲方都挺喜欢的，我让他帮我参谋一下。小橙子是我公司一位女同事，比我大几岁，工作经验丰富。柳如烟一听脸就沉了下去。那你找他吧。他砰的一声把门带上。我有点不太明白，他听说我找小橙子就生气了。首先排除吃醋的可能，多半是因为我请外援，他作为领导这样觉得我偷懒，正考虑给他解释一下。小橙子的视频通话就来了，我们聊起工作，突然刚摔门的某人又折了回来。方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要这么做，最后还是过不了。手机里的小橙子，谁在说话？我小声，你在门外偷听。柳如烟理直气壮，路过刚好听见小橙子，等等，这声音咋这么耳熟？小袁，你旁边是谁？我怕小橙子发现，示意柳如烟快出去。小橙子还没意识到危险，小袁到底是谁？声音听着贼耳熟，听着这么像刘总的，但我知道不可能是刘总，哈哈哈，就是我，你猜对了，但是没讲。柳如烟直接站在我身后，冷冰冰地看着镜头里的小橙子。小橙子懵了，就像拔掉了网线，卡顿在那里。下一秒，他抛下了战友的我，挂断了。柳如烟在我旁边一坐，巧了，他走了，我来帮你看看吧。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我痛苦地揉了揉眉头，领导会被同事误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一会儿跟他解释，你别说的这么轻松，都是年假你却出现在我家，你喜欢小橙子？他突然问道。不是，我是说作为同事我很喜欢他的热心，仅此而已。那公司里有你喜欢的人没有？那你怕什么？他淡定道。如果是流言总会有消停的那天。柳如烟话里好像有深意，还来不及细想，柳如烟已经开始看我的方案。这里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，天大地大，工作最大，其他的先放一边，赶紧跟上他的思路最重要。柳如烟跟我讲了好一会儿，不得不说虽然他对待下属方案严格，但是能力确实没得话讲。经过他的帮助，我完善了很多。最后他拿起手机，我以前做过一个方案，可以给你参考一下，转发给你了，有空看看。好的，谢谢刘总。我打开微信电脑版，他的消息在最上面，备注女魔头。他皱了下眉，我当即出了一身冷汗。上次语音还能甩锅给哥们，话是他说的，反正哥们不在我们公司，不怕得罪他。这次我却被赤裸裸的逮个现行。但柳如烟没有生气，她说第一天到你家，我就问过你是不是怕你当时说没有，可我觉得你撒谎了。
后来我留意了一下，你在我面前时不时会有些僵硬。方圆，你就这么怕我吗？我硬着头皮说，是的，因为你比较严格，我其实挺害怕被你训斥的。时间一长，就下意识你叫我名字就会开始慌乱。柳如烟若有所思，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起身道，你这几天很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方案好好做，回公司会表扬你的。她顿了顿又说，以后我会尽量少叫你名字。那怎么叫？我摸不着头脑，随便吧，我反正无所谓，一个称呼而已。她出去之后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在小橙子八卦的逼问下，我解释了前因后果。小橙子的嘴比较严，我不担心。他告诉我，刘总从来不带任何人，这次对我算是破例了。好像这几天他对我破的厉害不少。封门以后都是他来做饭，因为我忙着写方案，时常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越想越不好意思，赶紧放下笔记本，想着去厨房搭把手。来得正好，满屋香气。柳如烟端着我最爱的糖醋排骨上桌，对我说：“开饭了，圆圆。”对于柳如烟改口叫我圆圆这件事，我有点震惊，但当事人很镇定，他觉得这么叫也挺顺嘴，我妥协了。领导觉得顺嘴就好。柳如烟私底下也不让我叫他刘总，商量半天，我决定叫他如烟姐。有了他的提点，我方案写得飞快，很快就完成了。年假还有1天，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看电视。我和柳如烟看了几部高口碑的恐怖片，结果就是晚上我开着灯迟迟睡不着。柳如烟正在洗着澡，我听着林玉生考虑一会儿找她唠嗑，唠困了我再睡。然而她还没洗完，眼前一黑，停电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有点担心柳如烟，毕竟她是女孩子。我开着手机手电出去，柳如烟，你洗好了没有？淋浴已经停了，房间里安静的可怕，但隔着门听不到浴室里的丝毫动静。恐怖片里恶鬼的场面出现在我脑海，我提了口气，敲了敲浴室门。柳如烟，你说句话。我准备强行开门，担心意外发生。浴室门突然打开，一个身影扑入我怀里。柳如烟正在发抖，原来无所不能的女魔头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安慰她，别怕，我去拉一下电闸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柳如烟握住我的手，拉电闸没反应，窗外一片漆黑，整个小区都停电了。群里物业正在说抢修，什么时候修好还不一定。我说以防万一，关掉手机上的灯光，太耗电了。灯一关，屋子里瞬间一点光亮都没有。她更慌了，好黑，没事，我在这。柳如烟又贴我近了些，我可以闻到她皮肤上沐浴液的清香。你陪陪我。她小声说，我真的怕。好，我握着柳如烟的手，我不会离开的。我们在沙发上坐着，挨得很近，十指紧扣。我们聊了很多，很快她被我分散了注意力。原来柳如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要强。她一个女孩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有今天的成就。后来我们又聊起了电影，聊起去过的城市。她此刻很依赖我，几乎整个人趴在我怀里。就在我们聊得正入迷时，来电了，灯光大亮，白花花的一片映入我眼中。柳如烟浴袍大厂，确切的说是她从浴室出来很匆忙，浴袍没有系紧，刚才不知怎么蹭掉了。灯光一亮，就显得我们相扣的手有些不对劲，我赶紧抽了出来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去继续洗澡了。柳如烟眉头一皱，感受着空落落的掌心，就这么着急推开我，这不是怕你着凉吗？你家暖气烧得旺，我不冷。她赤脚走回浴室，那我继续洗了。有事就像刚才那样叫我。顿了顿，她说，方圆，谢谢你。柳如烟笑了一下，以前几乎没见她笑过，我内心好像是被开中一枪。方案做完，年假也结束，但我们小区还没解封。我和柳如烟双双请假，小橙子按约定守口如瓶，但我俩同居的消息还是传开了，因为我们请假时提交的定位被人截图发了出来，上面清楚的显示我和柳如烟双双重叠。跟我关系好的同事都在悄悄问我当然是否认，但有人笃定无疑，是比如柳如烟的住唐三。我的方案是柳如烟亲自带的，提交只是走一个流程，到他那会儿立刻就可以审批通过，但是方案在唐助理那就立马被打回来。唐三在项目群里艾特我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当然，唐三，方案和你之前的风格差异巨大，我不信有个人放个假就能进步这么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方案里有很多我见过的元素，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。如他所愿，我解释了，但他不信，还说要在公司群里通报批评我，我气得想抽他。你让我说，说了你又不信，那还说个屁？柳如烟不在这个小区，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。吃饭时梦见我心情不好，我便告诉了他。我本以为唐三是他助理，他会从大局考虑劝我不要计较，但没想到柳如烟听着脸色就不太好。他起身说，我去打个电话。我等了一会儿，饭都要凉了，我想劝他先把饭吃完再打。走到门口，却听到他紧张压低的争吵声，是我就在方圆家，这是我私人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方案是我教他写的，有什么意见吗？唐三，你没有资格不满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方圆是我的人，谁也别想动他。后来柳如烟亲自光临的项目小群通过了我的方案，事情告一段落。居家办公了1周，终于迎来了小区解封的消息，重归自由的晚上，我兴奋的睡不着。柳如烟也一样，隔着一堵墙，我俩一直在微信聊天。她说，这段时间我对你有了改观，平时在公司里你不爱说话，以为你是个内向的人，其实你也认真工作，态度很好。谢谢刘总夸奖，其实我对你有改观，我以前以为你不近人情，没想到你会做饭，待人也温柔。女魔头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女魔头，除了我的家人，只有你吃过我做的饭。心跳好像漏了一拍，我捧着手机，嘴角不禁上扬，做某人特例的感觉真的很特别。女魔头，明天要解封了，出来客厅庆祝一下。我立刻下床，冰箱里有酒，我们喝着酒聊着天，嗨到不行，空酒瓶越来越多，我俩逐渐都有了些醉意。别乱动，他轻轻踹了我一脚，我却反手抓住他的脚踝，怎么不穿袜子？脚凉凉的。他干脆把脚伸进我的外套，冷暖暖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撒娇。我突然，如烟，可以这么叫你吗？可以。醉意涌上心头，柳如烟整个人凑了过来，圆圆亲亲，她一定是喝醉了，迷离的眼和绯红的脸占据了我全部视线。我低头如她所愿。第二天，我又是在自己床上醒来，柳如烟的脸近在眼前，不同的是这次生米煮熟了，柳如烟还没醒，我不敢发出动静，忐忑又期待。压在枕头下的手机震动，是柳如烟的。我悄悄地把手机拿在一旁，却瞥见上了屏幕上的微信消息：唐三，我知道这几天你在生我气，可是明明后面消息没显示出来，但我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。难怪他对我这么好，高高在上的总裁怎么可能看上平平无奇的打工人？原来只是别人感情的一场
场闹剧。我在傻傻的奢望什么？我走出卧室，在沙发上傻傻的呆坐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从房间里出来，她看着我有些尴尬的挪开目光，不敢与我对视。圆圆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巧了，我也有。我决定先发制人。昨天只是意外，成年人嘛，大家都懂。感情里的事你不要多说，大家都有闹剧的时候。闹剧吗？她低着头沉默许久，最后默默的回：好。刘雪当晚就走了。我习惯了十几天隔着一堵墙互发消息，习惯了每天从厨房里飘出来的菜香。自从柳如烟走后，一切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。回到公司，同事告诉我，刘总最近被派出去出差了，大概要1-2个星期才能回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起码可以不用1-2周跟他见面了。在见面时，不定时间冲淡了一切。我回到工位上，迟迟不能进入状态。打开手机，看着我们十几天的对话，就像是一场梦。我现在梦醒了，丑小鸭和白天鹅才是我和他的现实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最近几天都不在状态。小橙子看出我有心事，我和他一五一十的说了我的烦恼。你不就是喜欢上了刘总了吗？既然喜欢，不如主动争取一下。祖师爷也说过，这样的女人最好追，只有一个竞争对手。我朝他捶了一拳，话糙理不糙，反正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很尴尬，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比现在更差。没有说出口的遗憾，总比烂在心底要好。我决定豁出去搏一搏。打开聊天框半天，删了又删。忙吗？有些事我想跟你聊聊。几乎是秒回。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聊的？冰冷的文字如我如坠冰窖，但我还是狠着心说出来。我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但是我还是想说我喜欢你。我有男朋友？谁说我有男朋友？我将不小心看到他微信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柳如烟说，我和唐三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他给我发的消息是，说完就把唐三的聊天记录截给了我。唐三，我知道这几天你在生我气，可是明明我们搭档那么久，你也知道我心意，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和柳如烟之前的乌龙就这样被解释，为了让我心安，柳如烟回来就高调的宣布了我的存在。人尽皆知我和柳如烟的关系，只有小橙子一脸的懵逼，说好的帮你保守秘密呢，你怎么自己先爆出来了？再后来我们结婚了，司仪让我们接吻时，这帮同事起哄的最厉害，绚丽的灯光让我睁不开眼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折点，从我的上司变成我租来的女友，最后变成我的妻子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我低头吻上了柳如烟，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和总裁妻子相爱5年，他曾为了救我替我挡下了仇家3刀。我们互相发誓，辜负真心的人要吞下1000根针。可后来我看到了妻子带他的小情人在我面前恩爱，当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我时，他却把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，甚至大言不惭地当起了网络上的小仙女。于是我一气之下又给了他3刀。可我没想到，最后拿起994针的人是他，而我是那个递针的人。黎先生，外面有位姓秦的先生，说是您的客人。管家老陈的声音在书房外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。我正看着林城最新的地块规划，闻言头也没抬。不见，我和何软软结婚3年，除了他，没人会不请自来我的私人别墅。他说他带了您太太的消息。我的指尖一顿，钢笔在图纸上留下一个刺眼的墨点。我抬起头，眼中寒意凝聚，让他滚进来。几分钟后，一个穿着花哨、浑身名牌，看起来不过20出头的年轻男人吊儿郎当地走了进来。他叫禽兽，一个最近在娱乐圈冒头的小鲜肉，也是热搜上和我妻子何软软的名字绑在一起最紧的人。黎先生，他笑得一脸天真无邪，却掩不住眼底的挑衅。冒昧来访，没打扰到您吧？他将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，这是什么？我的声音很平，听不出情绪，一点我和软软姐的日常，怕黎先生工作太忙，关心不到。我没动。禽兽似乎觉得火候不够，自己拆开信封，将里面的照片一张张铺在我的书桌上。游艇派对上，何软软穿着比基尼，笑得灿烂。禽兽从背后抱着她，吻着她的耳垂。私人海岛上，他们并肩看着日落，十指紧扣。还有一张在酒店的大床上，背景凌乱，两人裹着浴袍，和软软的脸上带着潮红，慵懒地靠在禽兽怀里。每一张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，精准地捅进我心脏最柔软的地方。曾经这些场景里的男主角是我，怎么样？黎先生，禽兽欣赏着我的脸色，像在看一出精彩的戏剧。软软姐说，她跟你在一起3年，从来没这么开心过。我缓缓抬眼，看着她那张得意忘形的脸，开心。我轻声重复，随即笑了。下一秒，我抄起桌上沉重的紫砂烟灰缸，狠狠地砸在了她的头上。砰的一声闷响，伴随着禽兽的惨叫。她捂着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你敢打我？打你！我站起身，一步步逼近，高大的身影将他完全笼罩。我揪住他的头发，将他的脸按在那些照片上。我牛魔的，还想杀了你！我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老陈和2个保镖冲了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默契地守在门口，没让禽兽的助理靠近半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高跟鞋的声音，清脆急促。黎云海，你给我住手！是何软软。他冲进来，一把将我推开，护住地上狼狈不堪的禽兽。看到他头上鼓起一块，一双美目瞬间红了，回头冲我怒吼：你疯了吗？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我看着他，这个我爱了5年、宠了3年的女人，她穿着香奈儿最新款的套装，妆容精致，一如既往的明艳动人。可她看我的眼神却充满了愤怒和厌恶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第三者，而她怀里的禽兽则像找到了靠山，虚弱的哭诉：软软姐，我好疼！我就想跟黎先生谈谈，他就动手。何软软心疼地抱着他，柔声安慰：别怕，我在。那画面刺眼的让我几乎要落下泪来。我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只剩下一片冰封的死寂。何软软，我开口，声音沙哑。
我们离婚。何软软的身体一僵，猛地抬头看我，眼神复杂。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继续说：别墅、车子，你名下的所有资产，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一字一顿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也用尽了我们之间最后的情分。你不干净了？你说什么？何软软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漂亮的眼睛里写满了不可思议。她扶着禽兽站起来，将他交给冲进来的助理，然后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气场全开。李云海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不干净了。我重复道，眼神没有丝毫闪躲。被别人碰过的东西，我李云海从来不要。啪！一个清脆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，火辣辣的疼从脸颊蔓延到心里，却让我混乱的大脑清醒了几分。李云海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何软软气得浑身发抖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你别忘了，你今天拥有的一切是怎么来的？没有我，你早就死在3年前的那个雨夜了。我笑了，笑得有些凄凉。是啊，3年前的那个雨夜，我被人暗算，身中数刀，是他像一头发疯的母狮子，抱着我从九死一生的地方走出来，自己却被人在小腹上捅了3刀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那3道疤曾经是我心头最深的烙印，是我发誓要用一生去守护的勋章。可现在，这勋章却成了他指责我忘恩负义的武器。所以呢，我看着他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所以你的救命之恩，就是你给我戴绿帽子的资本。何软软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救过我，我就该看着你和别的男人在我床上恩爱，在旁边无动于衷？你混蛋！何软软扬手又要打我，被我一把抓住了手腕。她的手腕很细，我稍一用力就能捏碎。放手！她挣扎着，眼里满是恨意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那双曾经只映着我的眼睛，此刻却像淬了毒的匕首。何软软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松开她，后退一步，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门口，我等你。你来，我们好聚好散；你不来，我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，后果自负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，转身对老陈吩咐：送客。以后这2位的任何东西都不许再进这个家门。是，先生。我径直走上楼，身后传来何软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东西被砸碎的声音。我没有回头，心已经死了。那一夜我没睡，我坐在书房抽了一整夜的烟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，像一座坟，埋葬了我死去的爱情。第二天早上，我8点半就到了民政局，我等到了9点、9点半、10点，何软软没有来，来的是他的律师。律师递给我一份文件，态度公事公办。黎先生，何总的意思是，他不同意离婚。另外，关于您昨天殴打禽兽先生的事，秦先生已经报了警，这是医院的验伤报告和律师函。何总希望您能亲自去医院向秦先生道歉。我接过文件，看都没看，直接撕了个粉碎，纸屑纷飞，像一场迟来的雪。道歉？我看着律师笑了。你回去告诉何软软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婚我离定了。至于那个小白脸，我眼中的狠意毫不掩饰，他最好祈祷自己这辈子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律师被我的眼神吓得后退了半步，强自镇定道：黎先生，您这是在威胁我的当事人，我会如实记录。律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最终还是没敢再说什么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我站在民政局门口，阳光刺眼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号码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女声：喂，顾婉。我开口，声音有些干涩：是我，黎云海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即传来一声轻笑：黎总真是稀客，怎么终于想起我这个老朋友了？顾婉，我父亲曾经最得力的部下，也是如今临城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商，掌控着整个华东地区的货运命脉，更是何氏集团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供应商。我父亲去世后，他便退居幕后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我需要你帮忙。我没有寒暄，直入主题。顾婉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：当年黎伯伯去世，我让你接手他的生意，你说你只想和何软软过安稳日子，怎么现在你的安稳日子到头了？是，我答得干脆，因为何软软。是。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，良久，顾婉才叹了口气：黎伯伯当年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说你是个情种，早晚要栽在女人手里。看来真被他说中了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：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何氏集团断供。我看着远处何氏集团的总部大楼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何软软的动作很快，下午井号禽兽被打井号，井号黎云海家暴井号的词条就空降了热搜。照片里禽兽躺在病床上，头上缠着纱布，脸色苍白，眼神委屈，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下面的评论区早已炸开了锅，禽兽的粉丝和水军铺天盖地的咒骂我，说我是个只会动手的野蛮人，配不上他们的纯情小王子。更有营销号深挖出我和何软软的过往，将她塑造成一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，最终却被丈夫家暴的可怜女人。舆论一边倒的偏向了他们。何氏集团的公关部立刻下场，发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小作文，没有指名道姓，却句句都在暗示我仗势欺人，而何软软则会坚定地站在正义和受害者的一方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全网的公敌。老陈气得脸色发青：先生，这简直是颠倒黑白，我们要不要也发声明？不用。我关掉手机，神色平静，让他闹，闹得越大，摔得越惨。真正的战争从来不在网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何软软带着禽兽开始了他们的高调巡演。今天在马尔代夫包下一座小岛，明天在巴黎拍下天价珠宝，后天又飞去瑞士看雪山。热搜上每天都是他们神仙爱情的通稿。禽兽甚至在一次直播中意有所指地说道：有些人啊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自己留不住幸福，就想毁掉别人的幸福。不过没关系，软软姐说了，会永远保护我。屏幕前的我只觉得可笑，保护何软软连她自己都快保不住了。1周后，顾婉的电话打了过来：云海，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开始
所有供给合适的原材料全部停止。辛苦了，跟我客气什么？顾婉顿了顿，问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那就好。黎伯伯留下的东西不止这些，需要的时候随时开口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第一次感觉到了久违的掌控感。何软软，这只是个开始。第二天，何氏集团的股价毫无征预兆的开始断崖式下跌，各大工厂因为原材料断供全面停产，合作方纷纷打来电话质问，下游的订单堆积如山，无法交付，违约金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整个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。何软软终于结束了她的环球旅行，匆匆赶回了临城。那天晚上，她回了别墅，这是我们决裂后她第一次回来。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再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住眼底的疲惫和焦虑。她将一份文件甩在我面前，是何氏近期的亏损报告，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。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她死死地盯着我，质问道。我端起茶杯，吹了吹上面的热气，没有回答。黎云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她见我不说话，声音拔高了8度。你以为搞垮了何氏，你就能赢吗？我告诉你，何氏是我一手打下来的江山，谁也别想动。你的江山？我终于抬眼看她，嘴角噙着一丝讥讽。何软软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把临城一半的资源都捧到你面前，才让你有了今天的何氏？何软软的脸色一白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反驳的话。没有我父亲留下的那些人脉和渠道，你以为你凭什么在3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到今天的位置？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强迫他看着我。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现在还想带着我的东西去养你的情人？我凑近他，声音冰冷。何软软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他的身体在发抖，不知是气的还是怕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忽然笑了，笑得凄厉。黎云海，你就是嫉妒，你嫉妒禽兽比你年轻，比你懂我，你就是个占有欲爆棚的疯子。他的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隐秘的伤口。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我一直不愿去触碰的往事。我们的孩子，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就消失在我生命里的孩子。何软软，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没的？我的话音刚落，何软软的脸色瞬间血色尽失，她的身体晃了晃，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。那个孩子是我们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。2年前，何软软为了抢一块地，手段太过激进，得罪了道上的人，对方绑了他，要我一个人去赎。我去了，那是一场恶战，我拼了命才把他救出来。可就在我们快要逃出去的时候，一辆失控的卡车朝我们撞了过来，我下意识地将他推开，自己却被撞飞了出去。等我从医院醒来，我失去了一条腿的行动能力和我们那个3个月大的孩子。医生说我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。后来我做了很久的复健，才勉强恢复正常行走，但一到阴雨天，腿还是会钻心的疼。那段时间是何软软陪在我身边，她衣不解带地照顾我，抱着我哭，说都怪她，如果不是她那么冒进，就不会连累我和孩子。她在我父母的墓前跪了3天3夜，发誓说这辈子她和软软的命就是我黎云海的，如果有一天她辜负了我，就让她吞下1000根针，死无全尸。她的愧疚，她的誓言，让我选择了原谅。我以为那场灾难会让我们更珍惜彼此，我以为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会换来一辈子的相濡以沫，现在看来一切都只是我以为。你提他做什么？何软软的声音在发颤，带着一丝恐慌。做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松开他的下巴，指着他心脏的位置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何软软，你这里曾经住着我和我们的孩子，现在你把他弄丢了，还想把另一个人塞进来，你不觉得这里太挤了吗？我没有。他尖叫起来，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。黎云海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孩子的死你也有责任。如果不是你当年非要逞英雄，他根本就不会出事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我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女人，感到无比的陌生。原来在她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原来我的舍命相救在她眼里只是逞英雄，原来我们孩子的死我也有责任。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好一个我也有责任。我缓缓后退，和他拉开距离，像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何软软，你成功了，你成功的让我对你最后一点情分也消失殆尽了。我转身不想再看他一眼，滚出去！黎云海，我让你滚！我猛地回头，将桌上的茶杯扫落在地，茶水和碎片溅了他一身。他被我的样子吓到了，愣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彻底毁了你之前，滚！我指着门口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。何软软的嘴唇翕动着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他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带着满身的狼狈转身跑了出去。门被重重的甩上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我缓缓地蹲下身，捡起一块碎裂的瓷片，锋利的边缘划破了我的手指，我却感觉不到疼，因为心口的那个洞更疼。原来哀莫大于心死，是这种感觉。第2天，我接到了禽兽的电话，他似乎是从医院出来了，声音里带着一种病态的兴奋。黎云海，滋味怎么样？被心爱的女人倒打一耙的滋味。看来你的伤好得很快。我淡淡的说，托您的福，差点就毁容了。他啧啧2声，不过能看到你和软软姐反目成仇，这点伤值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他故意顿了顿，享受着我的沉默。软软姐说，她从来没爱过你，当年救你也只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收养之恩。还有啊，那个孩子。他的声音压低，充满了恶毒的笑意。他说，幸好那个孩子没生下来，不然
他就要被你这个瘸子绑一辈子了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，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。你说什么？我握着手机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。我说，他说幸好那个孩子没啊。电话那头传来禽兽的惨叫和何软软惊慌失措的声音。禽兽，你胡说什么？把手机给我！电话被挂断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瘸子绑一辈子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我失去了一条健康的腿，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换来的只是他的一句幸好。我缓缓地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何软软，你好，你真的很好。我拿起车钥匙冲了出去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有任何留情，我要他还有他护着的那个男人付出代价。我在凌城最高档的私人会所找到了他们。何软软大概是为了安抚禽兽，包下了整个顶楼的空中花园，为他庆祝劫后余生。现场布置的浪漫又奢华，玫瑰花瓣铺满了地面，悠扬的小提琴声在空气中流淌。禽兽像个得胜的王子，被一群男男女女簇拥着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。何软软就坐在他身边，端着酒杯，看着他的眼神里满是宠溺。我走进去的时候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何软软看到我，脸色一变，立刻站了起来。李云海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的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了禽兽的脸上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挑衅地冲我扬了扬眉，搂着何软软的腰，将她往自己怀里带了带，像是在宣示主权。我没理会他，只是看着何软软一步步地朝他走过去。我的腿在隐隐作痛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每一步都提醒着我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李云海，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。何软软的声音有些发虚，他身边的保镖下意识地挡在了他面前。我停下脚步，离他只有3步之遥。我问你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何软软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他胡说的，你别信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我加重了语气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。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李云海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你别让我难堪。难堪？我笑了，笑声在空旷的花园里回荡，显得格外诡异。何软软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的腿废了，我离家的一切都被你掏空了，现在你跟我说难堪？我猛地上前一步，拨开挡在他面前的保镖，一把扼住了他的喉咙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让谁难堪？放开我！何软软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双手拼命地捶打着我的手臂。周围的人都吓傻了，禽兽更是躲在保镖身后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李云海，你快放开软软姐！他色厉内荏地叫嚣着。我充耳不闻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何软软，看着他在我手中挣扎，看着他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。就在我以为他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我忽然松开了手，他瘫软在地，剧烈地咳嗽着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何软软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，我最后悔就是在那个雨夜救了你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宁愿死在那里的是我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像重锤一样敲在他的心上。他的身体抖得像筛糠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别！他哀求着，声音破碎。我没理会他，眼光停在了他的小腹上，那个曾经留下3道疤痕的地方，隔着昂贵的布料，我能感受到他皮肤的温度。你说，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000根针，我现在没那么多针。我看着他惊恐万状的眼睛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就先在你这3道功勋章上再加几笔，当做利息吧。何软软的惨叫声划破了整个夜空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我不知道自己刺了多少下，我只知道每刺一下，我心里的痛苦似乎就能减轻1分。周围的尖叫声、哭喊声都离我远去，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痛苦的脸和不断涌出的鲜血。直到老陈带着人冲进来，从身后抱住我才从那种癫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。先生，够了，再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老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带着哭腔。我手里的刀掉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看着已经昏迷过去的何软软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，现场乱成一团。我像个局外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老陈将一件外套披在我身上，低声说：“先生，我们先走。”我被他半推半就地带离了现场。回到别墅，我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。镜子里的我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。那一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回到了3年前的那个雨夜。何软软挡在我身前，她却笑着对我说：“李云海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”然后画面一转，又回到了2年前的车祸现场。那个还未成型的孩子浑身是血的看着我，哭着问我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”我从梦中惊醒，浑身都是冷汗。天已经亮了，何软软被送进了医院，抢救了过来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因为伤到了经脉，他的手和脚以后恐怕都很难再像正常人一样灵活了。这个消息是顾婉告诉我的，他还告诉我何氏集团已经撑不住了，股东们纷纷抛售股票，银行上门催债，合作方集体解约。那座由何软软一手建立起来的商业大厦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分崩离析。而禽兽在事发当晚就吓得买了机票，连夜逃出了临城。他所谓的永远保护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不堪一击，一切都像一场闹剧。我在书房坐了一天，傍晚的时候，老陈走进来，告诉我：“先生，何小姐醒了，说想见您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
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有些事是该做个了断了。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很浓，何软软躺在 VIP 病房里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干裂，没有一丝血色。她的手脚都打着石膏，被固定在床上，像一个破碎的洋娃娃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的眼神动了动，暗淡的眸子里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你来了。她的声音很虚弱，像风一吹就会散。我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，没有说话。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床头的距离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。李云海，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比哭还难看。你赢了，我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。我打断她，声音冷漠。我知道。她点了点头，似乎并不意外我的态度。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我没有回答。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的心已经麻木了。你恨我是应该的。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我背叛了你，伤害了你，还差点害死你，我就是个罪人。她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没入苍白的发丝。可是云海，在我做这些错事之前，在你恨我之前，你能不能再听我解释一次，最后一次？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卑微的祈求。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不是因为心软，只是想看看这个女人到了最后一步还能编出什么样的谎言。何软软让病房里的护工都出去了，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空气安静的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你还记得吗？你父亲临终前单独把我叫进去，谈了很久。何软软的声音很轻，像在回忆一件很遥远的事。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，油尽灯枯。他把何软软叫进去，我守在外面，心里还曾有过一丝不快。我以为他是要把离家最后的产业托付给我最信任的爱人。他告诉我，何软软看着天花板，眼神空洞，离家要倒了。我的瞳孔猛地一缩，不可能！我下意识地反驳，我父亲是临城的传奇，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虽然晚年因为身体原因生意有所下滑，但绝不至于到倒了的地步。是真的。何软软转过头看着我，你父亲的对手，那个一直在暗中跟他斗了半辈子的人，已经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。离家所有的产业都被他渗透了，就像一棵外面看起来枝繁叶茂，里面却已经被蛀空的大树，随时都会倒塌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也知道你斗不过那个人，他怕他走后，那个人会把所有的仇恨都报复在你身上，所以他求我。何软软说到这里，忽然笑了，眼泪却流得更凶。他求我在他死后演一出戏，一出背叛你，夺走你一切，让你恨我入骨，然后带着离家的产业投靠那个人的戏。我的大脑一片轰鸣，像是被投入了一颗炸弹。他说，只有这样，那个人才会相信你已经一无所有，再也没有威胁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会放过你，让你能平安地活下去。我当时不信，我觉得他疯了，我怎么可能背叛你？我那么爱你。可是后来，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。何软软费力地侧过身，从枕头下摸出了一个东西，是一支录音笔。他按下了播放键，录音笔里传来我父亲苍老而虚弱的声音：小软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对你很残忍。云海他太重感情，也太单纯，他不是那些豺狼虎特的对手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是他，最大的软肋也是他。我不能让他出事，这个计划我不能让他出事。这个计划很危险，一旦开始，你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会背上所有的骂名，云海会恨你一辈子。你愿意吗？短暂的沉默后，是何软软带着哭腔的声音：黎伯伯，只要能保住他，我愿意。录音很短，却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。我愣在原地，浑身冰冷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去世后，那个人果然开始动手了。何软软关掉录音，继续说道：我按照你父亲的计划，一步步地侵吞离家的产业，把他们整合到我的名下，然后主动向那个人示好。那个过程很难，我既要让你相信我是在背叛你，又要瞒着你，不让你真的受到伤害。那个人生性多疑，我必须做得天衣无缝。2年前那次我抢的那块地就是那个人的，我故意激怒他，让他对我动手，就是为了演一场苦肉计给你看，让你对我抢生意的行为深信不疑。我没想到他会那么狠，会真的想要我们的命，也没想到会连累到我们的孩子。他说到孩子，声音哽咽，几乎说不下去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，痛得无法呼吸。那禽兽呢？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问，干涩的不像话。他也是计划的一部分？不是。何软软摇了摇头，他是一个意外。在演戏的过程中，我太痛苦了，每天面对你的误解和冷漠，我快要撑不下去了。禽兽的出现像是一根救命稻草，他年轻热情，像个小太阳。我承认，我有那么一瞬间确实动摇了。我觉得或许找个人陪着，日子就不会那么难熬。我放纵了自己，也伤害了你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。当他拿着照片去找你，当他用孩子的事刺激你，我知道一切都完了，我们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我破罐子破摔。我想，既然你已经认定我背叛了你，那我就背叛得彻底一点吧。让你恨我，总比让你因为一个不爱你的人痛苦要好。我带着他环游世界，高调示爱，就是想让你对我彻底死心。我想，只要你放手了，你就能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没想到你会反击的那么快，那么狠，也没想到顾婉姐会是你父亲留下的最后的底牌。云海，他看着我，眼中是化不开的悲伤。我知道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做错了太多事，伤害了你太多次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从我15岁被你父母从孤儿院带回家的那天起，到今天，我和软软爱的人一直都只有你一个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病房的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走廊里的灯光惨白，照在我身上，像是给死人披上了一层孝衣。何软软的话，那支录音笔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。原来所有的背叛
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护。原来我以为的深仇大恨是一场逼不得已的苦肉计，原来我亲手毁掉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我靠在墙上，身体缓缓滑落，最终无力地坐在了地上，心脏的位置空了，被我亲手凌迟处死。我捂住脸，肩膀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有温热的液体从指缝间渗出，我哭了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陈找到了我，将我扶了起来，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默默地把我带回了车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言不发。车窗外，凌晨的夜景飞速倒退，霓虹闪烁，光怪陆离。这个我生活了30年的城市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陌生。第二天，我收到了何氏集团破产清算的消息，那座商业大厦终究还是塌了，而我成了那个亲手推倒它的人。顾晚打来电话，问我接下来的打算。他说，我父亲的那个对手，在得知黎家的产业已经彻底覆灭，而我也成了个只会为情所困的废物后，已经对我失去了兴趣，转移了目标。他说，危机解除了。他说，黎云海除了。他说，黎云海，你自由了。自由。我看着镜子里形容枯槁的自己，自嘲地笑了。我亲手把那个给我自由的女人推进了地狱，这算哪门子的自由？是带着满身罪孽苟活于世的自由吗？我去了医院，我想见她，我想跟她说对不起，我想跟她说我信了，我想跟她说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可是我没有见到她。护士告诉我，何软软今天早上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已经离开了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我疯了一样的找她，我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，把整个凌城翻了个底朝天。可是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杳无音信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和一封信，信是何软软的笔记，一如既往的清秀有力。她说，云海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，别找我，也别为我难过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也是我应得的结局。盒子里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把他活化了。我想，与其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埋在地下，不如让他陪着我，一起去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。我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，最大的错就是爱上了你，却又没能好好的爱你。我用我的方式保护你，却也用最残忍的方式伤害了你。我们之间早就已经回不去了。你说，辜负真心的人要吞下1000根针，我欠你的该还了。桌子上的盒子里是黎家所有的资产证明和股权转让书，我已经全部签好了字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。黎云海，忘了我吧，去找一个好女孩，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愿你此生平安顺遂，再无波澜。再见，我爱的人。信纸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，我冲进别墅，冲进我们的卧室。桌子上静静地放着一个丝绒盒子，我打开它，里面没有资产证明，也没有股权转让书，只有994根闪着寒光的钢针和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。死亡时间昨天下午。994根针加上我刺在他身上的6刀，不多不少，整整1000。何软软，你真是个信守承诺的傻子。我跪在地上，抱着那个冰冷的丝绒盒子，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我没有哭，因为我的眼泪在那天晚上已经流干了，我的心也跟着他一起死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跪了多久，直到老陈冲进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先生，我缓缓地抬起头，看着他，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老陈，给我备车，去哪里？目的，我要带他回家，带他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回家。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墓就在临城西郊的陵园里，我抱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盒，在他们旁边为何软软和孩子选了一块新的墓地。墓碑上我没有刻黎云海之妻，只刻了何软软2个字，下面是一行小字，长眠于此，终得安宁。下葬那天下起了小雨，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像老天都在为他哭泣。我没有打伞，任由冰冷的雨水打在我的脸上、身上。顾晚来了，撑着一把黑色的伞，静静地站在我身后。云海，节哀。我没有回头，只是看着那块冰冷的墓碑，轻声说，顾晚，你说人死了会去哪里？顾晚沉默了片刻，说，善良的人会去天堂。那他呢？我问，他算善良的人吗？他为了我背负了一切，算善良吗？他为了保护我欺骗了我，算善良吗？他因为动摇伤害了我，算善良吗？他最后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又算什么呢？顾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没有人能回答。雨越下越大，仪式结束了，宾客们都走了，只有我还固执地站在那里。顾晚把伞递给我，回去吧，再淋下去会生病的。我接过伞，却没有撑开。你先走吧，我想再陪陪他。顾晚看了我很久，顾晚看了我很久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。整个陵园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无尽的风雨。我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墓碑上和软软2个字，冰冷坚硬，就像我们之间再也无法跨越的生与死的距离。和软软，我开口，声音被风吹得支离破碎。你冷不冷？孩子会不会害怕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弄丢了你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。对不起，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以为我做的一切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顿住了，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下辈子，我们这样的人还配有下辈子吗？我缓缓地跪下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墓碑，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忏悔自己的罪孽。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，从我脸上滑落，滴进泥土里。和软软，黄泉路上，你别走得太快，等等我，等我处理完这世间的所有事，我就来陪你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。1年后，凌城机场，我拉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，准备登上飞往苏黎世的航班。老陈在我身后，眼眶泛红。先生，真的不回来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不回来了。这座城市
承载了我太多的爱与恨，是与非。我累了，何软软留下的那些资产我没有动，我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以他的名义全部捐了出去，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像他一样的孤儿。我父亲的那个对手，在半年前因为商业犯罪和多起命案被警方逮捕，判了死刑，离家的仇报了，所有的尘埃都已落定。顾婉站在不远处，冲我挥了挥手，他会接手基金会，也会帮我照看好这里的一切。我冲他笑了笑，转身走进了安检口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那座越来越小的城市，心里一片平静。我没有去死，因为何软软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黎云海，好好活着，连同我的那一份一起。”所以我要活着，带着他的期望；我要活着，带着他的期望，带着我们的回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会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买一栋小房子，种满他最喜欢的向日葵。我会学着做他爱吃的糖醋排骨，虽然可能永远也做不出他那个味道。我会每天都跟他说说话，告诉他今天发生了什么，天气怎么样，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。飞机穿过云层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很暖。我闭上眼睛，仿佛又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扎着马尾的少女，笑意盈盈地站在阳光下，对我说：“喂，我叫何软软，你记住了，以后我罩着你。”好，我记住了，何软软。我亲手为她戴上的订婚戒指，最终却戴在了别人的手上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新娘是沈幼楚，可苏清雪却不请自来。她穿着我最喜欢的那条长裙，红着眼对我说：“陈平安，你现在看他的眼神，都是我当年一点点教你的。”记忆的碎片瞬间击穿了我。那年夏威夷的海边，我笨拙的单膝跪地，一遍遍演练着求婚词。可那场深情的彩排，主角从来不是我，我只是他为江北洲准备的一场盛大爱恋里一个尽职尽责的陪练。他说他要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一个能把我5年青春彻底碾成粉末的秘密。原来不被爱的人，连回忆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他选择我，不是因为我像他的爱人，而是因为我像他死去的哥哥，一个可以让他毫无负担的索取，又不必付出真心的安全牌。5年的深情，原来只是一场盛大的角色扮演，而我甚至连替身都算不上。今夜，这场名为纪念日的谎言终于碎了。这是我们恋爱5周年，苏清雪毫无意外的又一次失约。每年的这一天，她总能找到各种借口，加班、家人生病，甚至天气不好不宜出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俩的纪念日是她前男友江北洲的生日。我知道这事后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，呼吸都带着刺痛。那场争吵，从我的质问到她歇斯底里的否认，最后她流下几滴滚烫的眼泪，砸在我的心上，烙出一个个洞。最后一次，她说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苏清雪的语音：“平安，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怕传染给你。下周你生日，我们在一起补上，好不好？”我指尖冰凉，回了2个字：随你。这些年，他的谎言像空气，无处不在。每次争吵，他都哭着抓住我的手，那双漂亮的眼睛望着我。我骗你，是因为我在意你啊。他的眼泪是我的克星，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原谅，任由他践踏我那点可怜的、微不足道的真心。过生日那天，苏清雪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让我乖乖在家等她，说准备了带猫耳的情趣睡衣。若是以前，我会心跳加速，充满期待。他总是本能的抗拒与我亲密，这对我而言是恩赐。但今天，我只是按部就班的回了家，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开了一罐冰啤酒，冷冽的液体划过喉咙。我看着窗外的天，一点一点被墨色吞噬，直到11点57分，他的消息才姗姗来迟。语音里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察的嘶哑，语调却有种被满足后的慵懒和缠绵。宝贝，临时有点急事，礼物我明天一定补给你。电话被迅速挂断，我以为胸口会像以往那样被钝器反复捶打，痛得难以呼吸，但没有，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。我将喝完的易拉罐用尽全力，一点点捏扁，金属变形的刺耳声像是对我这5年青春的哀悼。然后我对着空气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生日快乐，陈平安。”我终于懂了，谎言的前提从来不是在意，谎言就是最刻意的欺骗。第2天清晨，苏清雪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，手里提着一份早餐。她一边换鞋，一边抱怨公司如何压榨她，让她加了一整夜的班，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，真实的像一场拙劣的表演。我没有戳穿，只是嗯了一声，准备出门上班。我的冷淡让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忍下了什么，举起手里的纸袋。我特地去排队给你买的，你最喜欢的可可饼，还有鲜榨的芒果汁，一定要吃完哦。可可饼上撒满了细腻的可可粉，隔着包装都能闻到那股香甜。这是他递过来的台阶，我知道，只要我接了，昨晚的一切就能翻篇，就像过去无数次那样。可惜他又记错了，喜欢可可饼的是江北洲，而我芒果重度过敏，这份大礼我承受不起。不用了，这3个字像一个开关，苏清雪的表情瞬间凝固，然后是难以置信。我从未拒绝过她，她的脸彻底黑了，手一松，那份精心准备的早餐哐当一声重重摔在地上，粘稠的芒果汁溅得到处都是，像一滩无法收拾的狼藉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都说了，我加班了1晚上，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我排了半小时队买来的东西，你就一句不用了打发我。
他等着我像以前那样立刻慌乱的道歉，哄他买更贵重的礼物求他原谅。但我不会了，我平静的看着他，一字一句的解释：我芒果过敏，地上的东西麻烦你擦一下，我赶着上班。苏清雪的脸色在那一刻变得无比精彩，从滔天的怒火瞬间转为混杂着尴尬与惊慌的无措。是的，他应该记得我因为芒果过敏休克进医院那次，他也在场。那是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把吃了一半的芒果蛋糕硬塞进我嘴里，撒娇说我不吃就是嫌弃他。为了让他笑，我咽了下去。在医院里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抱着我说我傻，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我碰芒果。永远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是那么廉价，但都不重要了。我没有心情再去分析他此刻复杂的表情，我绕开他，也绕开了地上的狼藉，径直走出了门。因此我没有听见他在我身后那句轻得像羽毛一样的对不起。到了公司，手机震动了好几次，都是苏清雪的消息。她解释说自己加班太累，脑子都糊涂了。本来想买草莓汁，才会说成芒果汁，又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我不该怀疑她的一片好心，总是这样，无论起因是什么，最后总能归结为我的错。我关掉手机，起身去茶水间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见一阵压抑的啜泣声，是新来的实习生沈幼楚。小姑娘刚毕业，工作认真，平时总是笑意盈盈，像个小太阳。陈哥，他看见我，连忙擦着眼泪。陈哥，他看见我，连忙擦着眼泪，想给我让开位置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就出去。我递给他一张纸巾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失恋了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个场景，这句话，该死的熟悉。我和苏清雪第一次见面，她也是这样，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，哭红了眼睛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。眼前小姑娘的表情，悲伤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，和当年的她几乎重叠。方便问一下原因吗？也没什么，说好年底结婚的，他拿到了日本公司的高薪 offer， 就说我们不合适了。哼，我总不能拦着他的大好前程吧。沈幼楚深吸一口气，故作潇洒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没事儿，谁离了谁活不了啊。陈哥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等我成了富婆，让他高攀不起。不像啊？什么不像？我意识到自己失言了，立刻岔开话题。其实一点都不像。当年苏清雪梨花带雨的破碎感，激起了我全部的保护欲，让我心甘情愿的一点点沦陷。而眼前的沈幼楚，她的悲伤里有光。我真是太蠢了，爱了5年，才明白那不是救赎，是另一个深渊。沈幼楚的话点醒了我，是时候该干点正经事了。前段时间，王总找我谈话，希望我负责一个重要的国企招标项目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知道接下这个项目意味着未来几个月没有白天黑夜，我怕我们本就摇摇欲坠的感情会彻底崩塌。你有这个能力，小陈。王总语重心长，男人事业是根，感情再重要也不能没了根。他说的对，我确实该清醒了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王总的电话。王总，我是陈平安，我想好了，国企招标的项目我接了，我干。这5年，我的世界里几乎只有苏清雪。重新捡起业务，起初有些生疏，但很快那种拼命的感觉就回来了。就像王总说的，这个项目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做，对接业务、研发产品、撰写标书。常常一抬头，窗外已经泛白，身体是疲惫的，但精神却异常亢奋，好像回到了刚毕业那会儿，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，只想用尽全力往前冲。沈幼楚和我分在同一个项目组，几乎每天都和我一起加班到深夜。我想他大概是把失恋的痛苦全部转化成了工作的动力。有个战友，感觉确实不一样，我的决心也愈发坚定。这天又是一个无尽的加班夜，等我们从成堆的资料里抬起头，时钟。这天又是一个无尽的加班夜，等我们从成堆的资料里抬起头，时钟已经指向了10点。陈哥，你再看看这份报表。沈幼楚递过来一沓厚厚的资料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释和笔记，能看出整理者的用心。我放下资料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走吧，先去吃饭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写字楼下夜色深沉，但城市的霓虹依旧璀璨，像一片不会坠落的星海。5年前，我为了苏清雪，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，留在这个城市从零开始。那时的夜晚远没有现在这么亮。陈哥，你想吃哪个口味的？沈幼楚不知从哪儿买来了2个冰淇淋，举在我面前，一个粉色，一个黑色。我的目光越过冰淇淋，定格在不远处，那里站着2个人，他们的衣服颜色恰好也是一粉一黑，像一对该死的情侣装。那2个人我太熟悉了，熟悉到我的眼睛比大脑先一步做出了判断。苏清雪和江北洲，他们刚从一家高级酒店里走出来。走吧。我的喉咙有些发干，话音未落，苏清雪已经发现了我，并且尖叫着冲了过来。陈平安，好啊你，我说你怎么天天不回家，天天说加班，原来是在这跟别的女人约会，公司当家，你是不是乐不思蜀了？他一连串的质问又急又快，我甚至感到一丝荒谬。从酒店里走出来的难道不是他吗？酒店深夜
前男友这3个词凑在一起，本身就是一枚炸弹，他却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向我开火。他见我不说话，气焰更盛，手指几乎要戳到沈右楚的脸上。你是谁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订婚了？太难看了！我一把抓住苏清雪的手腕，声音冷得像冰。够了！你再说一遍。苏清雪的眼睛瞬间红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说够了。别人总说我冷下脸的时候，眼神很吓人。苏清雪似乎也被震慑住了。这时，江北洲才慢悠悠地走上来，摆出一副护花使者的姿态。陈平安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她可是你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，他们俩怎么能把这3个字说得如此义正言辞？苏清雪的嘴唇一撇，就要祭出她无往不利的武器——眼泪。可惜这招对我已经失效了。你又是什么身份？前男友还是未来的未婚夫？我甩开他的手，转向江北洲。我扯出一个冰冷的笑，目光最后落在苏清雪惨白的脸上。苏清雪，我不计较，不代表我真的是个傻子。酒店的床睡得舒服吗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他看起来委屈到了极点，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，像一朵被暴雨摧残的玫瑰，和过去无数次一模一样，但又不一样了。我不再是那个幻想守护玫瑰的小王子，原来哀莫大于心死，是这种感觉。苏清雪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流眼泪了。我转身就走，夜风很凉，吹在脸上，却让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清醒。回去吧，继续干活。下个月我们就熬出头了。沈右楚跟在我身后，迟迟没有说话。我回头看他，那副想安慰我又不知如何开口的纠结模样，让我觉得有些好笑。想安慰我？他点了点头，又立刻重重的摇头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开口。陈哥，我觉得他配不上你，你应该找一个更值得的人。值得吗？我想起刚在一起时，苏清雪也是刚失恋，我像对待一件稀世珍宝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把她从破碎的过往里包裹起来，满足她的一切任性。我从小父母离异，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，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苏清雪曾抱着我说，她何德何能，配得上我对她这么好？我告诉她，感情里没有配不配，只有值不值得。值得吗？我在心里又问了自己一遍。或许那个曾经也对我流露过真心的苏清雪是值得的，那个在我因为芒果过敏吓得在病房外哭了一整夜的苏清雪是值得的。可惜那个人早就消失在了时间里，没必要后悔，因为后悔毫无意义。路要往前走，人要向前看。我没有回答沈右楚，只是拍了拍他的头。活儿还多着呢，哪有时间想这些？我妈是真的没时间想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项目进展神速，收益曲线一天比一天漂亮。至于苏清雪，她打了很多电话，发了很多信息，想解释那晚的事情，我只是用她最常用的借口来敷衍她。太忙了，改天吧。工作成了我新的精神支柱，我开始戒烟、戒酒，甚至抽空去健身房跑步。生活累，但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。等到项目进入尾声，已经是1个月后，我下楼抽根烟提神，却在公司楼下看到了苏清雪。她看到我，立刻跑了过来，站定后又有些犹豫地开口。我等了你好久。有事？他很少会主动来找我。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？他眨着那双大眼睛，试图复制过去的温情，但我已经无动于衷。我们好久没去旅游了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夏威夷吗？下周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夏威夷，我年少时所有浪漫幻想的集合体，蓝天、碧海，还有带着诗咸气味的沙滩。我跟他提过不下百次。他每次都用各种理由搪塞我。我做的旅游攻略厚得像一本书，连在夏威夷的沙滩上如何跪地求婚，都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。但现在我不想去了，我不想让我心中最后一片圣地，也像我们之间的爱情一样，变成一个充满谎言的泡沫。我将烟头摁灭在垃圾桶上。去重庆吧，这段关系是时候该和双方父母做个了断了。苏清雪，这次是真的再见了。苏清雪的父母一直对我视如己出，这份恩情我始终记在心里。飞机落地，远远就看见2老在出口处张望。爸妈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看着他们布满皱纹的笑脸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有些话注定是残忍的。苏清雪一路上都在主动示好，甚至罕见的主动规划起婚后的蜜月，说就去我想去的夏威夷。如果是1年前听到这些，我大概会欣喜若狂，但现在我的心湖再也激不起一丝涟漪。苏清雪，这些先别说了，我有话想跟你。我决定先和他摊牌。什么事呀？是夏威夷吗？你不想去，我们可以换地方啊，大阪、首尔也行，很近的。我直接打断了他。苏清雪，我们分手吧。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的直接打断了他。苏清雪，我们分手吧。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他勉强地扯了扯嘴角，在看到我无比认真的表情后，绝望地转过了头。分手？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陈平安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永远不会说分手。是吗？怪不得你那么喜欢说永远，原来在你心里这个词的分量这么重。他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死死地扣着手指，任由眼泪无声地滑落。他说过永远爱我，永远不和前男友联系，永远不让我再碰芒果。最可笑的是，我竟然全都信了。所以苏清雪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你应得的。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，但我无能为力。
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回家的路上，车里一片死寂，他父母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几次想开口都欲言又止。平安，我和你爸买了你最爱吃的菜，今天多吃点儿。谢谢妈。他们对我真的很好，远在北京还特地给我配了一把家里的钥匙。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，门却从里面被打开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回来了。门口站着的是江北洲，他挑着眉，带着一丝挑衅的笑意看着我。小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家女婿陈平安。江北洲笑得更快意了。我知道的，阿姨，清雪都跟我说过了。清雪两个字，清雪都跟我说过了。清雪两个字，他咬得特别重，这手段拙劣却有效。苏清雪一下子慌了，连忙推着他父母往里走。妈，我饿了，我们快吃饭吧。你这孩子，刚才不还说没胃口吗？江北洲表现得像个完美女婿，人帅嘴甜，还主动去厨房帮忙，姿态淑僧。苏清雪则坐立不安，眼神躲闪。我没有兴趣看他们在我面前演这出三角大戏，我不关心，也不在乎。饭桌上，江北洲成了主角，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浪漫往事，每一个细节都描绘得绘声绘色。难怪苏清雪对他死心塌地。我记得我和清雪小时候还订过娃娃亲呢，叔叔您当时还开玩笑说，以后孩子也不用纠结跟谁姓了。苏清雪唰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指着江北洲，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：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！他胸口剧烈起伏，在座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明白这愤怒背后的心虚。叔叔阿姨连忙打圆场：苏清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江是客人。我知道他们想给我台阶下，但这个主人的身份我再也无法扮演下去了。我放下碗筷，平静地开口：没关系吧，妈，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说清楚这件事，这个婚结不了了。凭什么？苏清雪疯了一样的喊：我不同意，陈平安，我绝不同意。我没有理会他的歇斯底里，只是站起身，对着二老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对不起，这5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好，叔叔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初见时我这样称呼他们，现在缘分尽了，还是回到原点比较好。回到北京后，招标项目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，我彻底断绝了和苏清雪的联系，生活被工作填满，睁眼是数据，闭眼是方案。这种极度的忙碌，反而让我的生活变得异常规律和纯粹。等待招标结果公布那天，我因为堵车来晚了，一进会议室就发现气氛异常凝重，连平时最活跃的沈右楚都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王总板着脸走进来，眉头紧锁地看着我。失败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已经拼尽了全力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能接受。王总，您直说吧。陈平安，真是让我……他顿了顿，太惊喜了！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项目完美中标，资方还要追加1个亿的投资，所有人年终奖翻倍，今晚海鲜自助，公司请客。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，所有人冲着我大喊：成功，愚人节快乐！沈右楚得意地冲我眨了眨眼，没想到陈哥这么聪明。楚得意地冲我眨了眨眼，没想到陈哥这么聪明的人也会被骗的。我无奈地笑了，忙得连今天是4月1号都忘了。巨大的成功让我成了公司的焦点。中午，我甚至收到了一捧匿名的海棠花，卡片上的字迹有点熟悉。祝贺你平安。晚上的庆功宴，大家彻底放开了。我因为苏清雪戒了酒，这么多年竟也成了习惯。散场时，王总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全团队就沈右楚一个女孩子，让我务必安全送她回家。”车里，沈右楚带着醉意，脸颊绯红，说话也慢了半拍。他把手比成一个电话的姿势，贴在耳边：“喂，陈哥，你听得见吗？”我笑着配合他：“听得见。”陈哥，你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比我那个前男友好10000倍。我祝你幸福，祝你前程似锦。我安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咦，信号不好了吗？那我挂了哦。他放下手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沈右楚是个好女孩，上进、阳光、漂亮。如果早5年遇见她，或许，但没有如果。我对一个人用尽了5年的力气，那段感情以那么不堪的方式收场，我实在没有心力，也没有意愿再重新开始一段感情了。但他说的对，我要成为更好的人，为自己重新活一次。送完沈右楚，我开车回家。家里还散落着一些苏清雪的东西。现在项目结束了，我终于有时间可以清理一下，打包寄给她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，一片漆黑。我拿出手机照明，光束晃动间，在角落里照出一个人影，吓了我一跳。平安，是我，是1个月没见的苏清雪，她瘦了很多，显得格外憔悴。我能进去坐坐吗？她小心翼翼地问。进来拿东西可以，别的就算了。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纠缠。她神色一暗，低低地应了声好。苏清雪坐在沙发上，说口渴。我指了指饮水机，让她自己倒。她愣了一下，又说不渴了。我没再理她，径直走进卧室，告诉她收拾完就赶紧离开。其实家里根本没什么她的东西，我买的衣服她嫌土，我添置的家具她嫌丑，偶尔她带回来的几件摆设，后来我才知道都是江北洲送的。不到半小时，她就收拾完了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。天晚了，你走吧。我下了逐客令。平安，他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苏清雪，别哭了，这招对我没用了。”他猛地把眼泪擦掉，声音颤抖：“陈平安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。我以前失约，真的不是故意。
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。我以前失约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爱你。还在撒谎，真是本性难移。我漠然地看着他。苏清雪，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不想听，你快回家吧。这就是我的家，平安，你怎么了？你变得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因为那个沈右楚？你别骗我，我都看到了，你送他回家。你明明说过，你的副驾驶永远只属于我一个人。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们都犯了错，一人一次，我们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我被他的逻辑气笑了。苏清雪，我们分手和任何人都没关系，也别把别人想的都和你一样龌龊。我承认，我曾经用尽全力爱过你，但是我们真的结束了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苏清雪是哭着离开的，失魂落魄。她没有再来纠缠，却给我寄来一张泛黄的门票。5年前，一场羽泉的演唱会，我年少时最爱的组合。我们在一起第1年，我通宵排队买了2张票，求他陪我去看。他答应了，可就在开场前，他接了江北洲一个电话，就再也没出现。那是他第一次因为他对我撒谎。我一个人坐在体育馆里，听着台上唱。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12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我准备了一大束玫瑰，可我的玫瑰却在别人的花园里。苏清雪或许在某个瞬间爱过我，但那份爱太轻太廉价，我永远是她的备选项。如今演唱会的主唱早已物是人非，我们之间也像这张门票一样彻底过期了。我和苏清雪再也没有联系过，只是偶尔听说江北洲向她求婚，被她拒绝了。偶尔我还会收到几束匿名的海棠花，我知道是她送的。海棠的花语是苦恋，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总公司决定派我去美国分部交流学习1年，王总拍着胸脯保证，回来后副总的位置就是我的。我不会再为了任何人牺牲我的未来。好的爱情是并肩前行，而不是单方面的自我感动。到了美国，我挑了个假期，一个人飞去了夏威夷。那片我心心念念了5年的海，终于出现在我眼前。海风温柔，和我幻想中的一模一样。我拍了一张椰子树下的海景，发了朋友圈，配了2个字：如愿。很快，微信弹出了消息，是沈右楚。陈哥，你在夏威夷？好巧啊，我也在附近，见个面呗。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感受到他的雀跃。我在约好的餐厅等了他很久，从白天等到日落，他才风尘仆仆地赶来，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，发丝被海风吹起，和我幻想中女主角的模样竟然重合了。好巧啊！他笑着说，眼神却有些躲闪。是啊，好巧。王总早就告诉我，沈右楚主动申请调来美国分部，离夏威夷几百公里远。这巧合未免太过刻意。我没有拆穿他，只是笑着请他吃了饭，然后我们成了临时的旅游搭子。沈右楚像个精力无限的精灵，拉着我到处疯玩，告诉我人生在世就要生活1分钟，快乐60秒。我感觉自己沉寂已久的心被重新注入了活力。假期结束，分别时不说再见，他却笑着挥挥手，说明天公司见，有个惊喜给我。第2天，新同事入职，果然是他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大惊喜？我开始惊吓吧。我故意逗他，他的脸立刻垮了下来，皱成一个包子。怎么会是惊吓？真的是惊吓吗？他追着问。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说了句傻瓜。他的朋友圈更新了新生活，加油。配图是我们俩在夏威夷唯一的一张合照。他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夏威夷，我告诉他，因为这里承载了我对一个家的全部期盼。我期盼它能成为我人生新的起点，让我逃离童年的伤痛。人是错了，但期盼没有错。逃离童年的伤痛，人是错了，但期盼没有错。沈右楚是个可爱的女孩，她的喜欢坦荡又热烈，和苏清雪的若即若离截然不同。我决定再勇敢一次。就在我准备表白的前1天，她却主动来找我，表情异常郑重。陈哥，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。你说。其实上次去夏威夷是我看到你朋友圈特地赶过去的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想骗你，任何事都不想。他认真地看着我，眼睛里像是盛着星光，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脏砰砰狂跳的声音。几乎是下1秒，我脱口而出：我们在一起吧。啊！他愣住了。我说我们在一起吧。他先是睁大眼睛，然后眼泪就掉了下来，哭着说一定会好好对我。我笑着说他抢了我的台词。1年后，我们回国举行了婚礼，同事们都说我走了大运，事业爱情双丰收。我说我是真的很幸运，老天给了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让我遇到了真正对的爱情。年少时总以为爱是飞蛾扑火，是歇斯底里，现在才明白100分的爱情是2个50分的人一起努力，水到渠成，从来都不需要那么辛苦。苏清雪听说我结婚后在家里闹了一场，她父母给我打电话求我去看看她，我拒绝了。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我终于要开始属于我自己的崭新的人生了。